你是不是有这种困扰？明明觉得自己内容还不错，可是影片却很少人看。其实这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缩图不够吸引人，很少观众点击观看你的影片。如果你仔细去看一下那些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你会发现只有1%、2%。我相信你一定很想提高你的影片展示点击率，让更多人点击观看你的影片。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告诉你方法，去改变影片的命运。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频道，我是 Grayson。如果想看到今天 YouTube 频道，你想在网络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欢迎订阅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把旁边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些经营 YouTube 频道的使用工具，可以在底下描述栏找到。如果你想要在 YouTube 上面成功，想要让 YouTube 频道成长，你就需要让观众有兴趣来点击你的影片，从而观看你的影片。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的内容好就行了，缩图随便做一下就完事了。其实不是的，那些成功的大频道，他们在缩图上面花的时间，甚至会比制作内容还要多得多。因为他们深刻认识到，如果他们的缩图没有办法吸引到观众，让观众来点击观看影片，那么他们的内容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我们平时去商场买衣服，店里面有非常多的衣服，但是只有好看的衣服能够吸引到你，让你停下脚步。在你停下来之后，你就会观察它的更多细节，你会去摸它的材质，你会去试穿这件衣服。影片也是一样，在YouTube上有成百上千万部影片，你需要靠什么来吸引观众，让观众停下来观看你的影片？就靠的是你的缩图。在他们快速浏览、滑动手机的时候，你需要让他们停下来，去具体看一下你影片的细节，然后再点击观看。YouTube 很好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允许你多次更改你影片的缩图，即使你已经发布了这部影片。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会避免一张差的缩图会一直影响你影片的表现。你可以随时更换你的缩图。YouTube 也在鼓励创作者去努力提高影片的表现。因为只有这样 YouTube 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但这些都取决于你是否愿意花时间去重新做缩图，去试图改变影片的表现。那么你如何知道你哪一张缩图是起作用的，是表现好的？你有2种方法。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手动的替换，然后记录下每天的数据。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你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就使用 TubeBuddy。TubeBuddy 里面有2个非常实用的功能，能够让你提高影片的缩图，提高影片的表现。像我就展示给大家这些功能。我们可以来到 YouTube， 点击右上角 TubeBuddy， 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功能叫 Click Magnet， 这个功能需要你升级到 Legend 版本才能够使用。大家可以通过评论区的链接去免费使用30天这个版本，去体验一下这个功能。然后我们选择开始。Click Magnet 这个功能就是分析你过去的50部影片，然后去告诉你哪一些影片的缩图表现好，哪一些影片的缩图表现不好。首先我们使用这个功能叫 Power Rankings， 这里面就会告诉你频道里面缩图表现好的影片。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第一部影片，它的缩图的展示点击率接近 5%， 有3000多次的点击次数。我们可以看这个缩图，这部影片讲的是 Premiere Pro 的影片剪辑教程。首先这样缩图很干净，没有很多元素。首先我突出的是 P2 的标志，然后旁边有写到新手教学，然后又附加2021，这就会让观众知道这是2021年最新版本的 Premiere Pro 教学，所以就会有很多想要学习 Premiere Pro 的观众就会想要点击这部影片。然后这里还有个 Strengths， 这里写的是非常高，就代表观众点击了这部影片，同时也观看了不错的时间。因为你不想要让观众即使点击了影片，但是只看了30秒就离开了你的影片。它用了颜色去区分等级，如果是红色就代表差的表现，绿色就代表好的表现。第二部影片是片头动画制作教程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 5.17%， 然后有接近4000的点击次数。这部影片有点创意感，就是我从电脑里面出来，然后文字也很明显，突出的是片头动画。第三部影片就是 SEO 演算法更新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 4.25%， 有2000多次的点击次数。这部影片的缩图，我的人物表情是带着疑惑的，会激发起观众好奇心。同时我也写到的是 YouTube SEO 更新，这会让看到的观众会心想具体有什么更新，他们会想要知道。然后你可以一直往下滑，一直滑到最底下，这是表现最差的影片，它的展示点击率仅只有 1.55%。所以这个功能就会让你知道你频道里面最近发布的50部影片，有哪些影片的缩图是表现好的，有哪些影片的缩图是表现不好的。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去一一修改你的缩图，去看看新的缩图他们的表现。但是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不想花这么多时间去修改他们的缩图。接下来我就介绍 TubeBuddy 的第二个使用功能，会综合很多种数据去告诉你哪一些影片的缩图是适合你做第2版测试的。这样就会极大提高你的效率，并且会有不错的效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功能叫 CTR Opportunities， 这里面就会有更加精细的分析。首先 CTR 就是展示点击率的意思，
首先这里就会告诉你为什么 TubeBuddy 推荐你修改这些影片的缩图，就能够提高影片的表现。这些列出来的影片都是表现好的影片，它是综合总体的观看时间、展示次数还有平均观看时长。这些影片是观众享受观看的，但是由于它有低的展示点击率，就造成了影片的表现并没有期待那么好。所以如果你能够提高影片的缩图，提高影片的展示点击率，那么这些影片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观看量。首先第一部影片就是讲 YouTube 获利政策的解析，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仅仅只有 2.28%。其实这部影片会详细解释 YouTube 的获利政策，你如何能够加入申请获利，整个获利的流程都会有讲解到，并且有告诉你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影片里面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如果观众点击观看了，就会观看很多的时间。第二部影片是讲 YouTube 演算法的7大迷思，这部影片它的展示点击率仅仅只有 2.35%。在这部影片里面会有解释很多大家平时对 YouTube 演算法的误解，在你看完这期影片之后，你会对 YouTube 演算法会有更深刻的理解。然后这部影片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每个频道的广告收入都是不一样的，它的展示点击率仅仅只有 2%。我觉得原因可能是观众在看到这个缩图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疑惑，他们并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因为放了一些美金的标志，他们并不知道这部影片具体是讲什么内容的。所以这个功能就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修改我们的缩图。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让你创建 A/B 测试，例如我想更改这个缩图，我点击这个创建 A/B 测试，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 A/B 测试。这里再教大家另外一种方法，你可以直接选择一部影片，在这里找到 TubeBuddy 的标志，在这里也有 A/B 测试的选项，这里会让你有2个选择。首先就是缩图的展示点击率的测试，第二个测试就是让你修改你的标题、描述栏还有标签。这里我们选择缩图的版本，然后这里又会有2个选项，这里会让你选择一个时间段，你可以选择14天，或者选择更多时间。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它会不停的测试，直到一个版本它的表现超过另外一个版本 95%， 它才会停下来。所以你可以尝试这2种选择。今天我选择的是我固定一个时间，例如我选择14天，然后我选择继续，这里我上传我新的缩图，像我就上传了我新的缩图，我点击这里开始测试，这里就会告诉你它的原理，它会每隔24小时就更换一版缩图。这里我选择开始测试，缩图对影片的表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很多 YouTuber 通过修改缩图的方法，让一部表现差的影片起死回生。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多尝试这个方法。如果想通过 TubeBuddy 去更好的帮助你分析你缩图的表现数据，可以通过评论区链接去免费使用30天 Legend 版本。你可以先体验一下这个功能，再考虑是否要持续的使用。如果你还想了解如何通过 TubeBuddy 找到高搜索量关键词，去为你频道带来更大的流量，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些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频道。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可以关注我 IG。大家也可以在底下评论区里面找到很多经营 YouTube 频道的使用工具。那我们下期见，拜拜。